想象一下哦，你家里如果有个机器人，然后它可以帮你分担那些你知道有点烦的家事，像是洗碗啦、折衣服啦，不然就是你很忙的时候，帮你递个东西，甚至跟你聊个天。哇，这听起来很科幻呢。对啊，很未来感哈。但跟你说哦，有一家挪威的新创公司叫 OneX Technologies，哦，OneX。对，他们正在把这个想象变成现实。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为你好好的深入解析一下他们这个讨论度超高的家用人形机器人 Neo。OK，最近真的蛮红的。对啊，我们手上其实整理了不少资料，有那种介绍它功能价格的文章，也有YouTube 上面把它跟特斯拉那个 Optimus 做比较分析的影片逐字稿。Optimus 对，大家一定会比，一定要比的啊。还有一些关于它技术细节啦、市场策略的报道。所以我们这次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帮你厘清，你有到底是什么东西，它能干嘛？跟那个最大的对手特斯拉 Optimus 比起来，哪个比较有看头？最重要的，它真的准备好可以走进你家客厅了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对，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OneX Technologies 这家公司好了。它其实是一家挪威跟美国都有据点的新创。跨国的。对，然后它的前身其实叫做 Halodi Robotics。Halodi 好像有听过。对，2014年就成立了，蛮早的，是到2023年才改名叫 OneX。所以改过名字。对，他们之前有做过一款商用的机器人，叫 Eve。我知道那个是有轮子的，对不对？没错，就是有轮子，然后手比较像那种夹子。对。那这个 Neo 呢，就是他们想要进军家用市场的一个算是野心之作了。所以 Neo 是走家用路线的。对，外形就更像人，有脚，然后手也感觉比较灵活。对了，还有一个重点，他们跟 OpenAI 有合作。哇 ，OpenAI， 那 AI 能力应该不错。而且还用了 NVIDIA 的那个 AI 机器人平台 Jetson OK，NVIDIA 加持，听起来技术背景很硬。对，好，那这台 Neo 具体能做什么？你刚刚说家事嘛？对，家事。根据他们发布的资讯还有展示影片来看，它的设计目标主要就是当家里的小帮手啦。小帮手。对，处理那种每天都会遇到的杂事。你可以想象，叫他去浇个花，或者把洗好的衣服折一折。折衣服这个好像很难呢。对啊，这部分展示的效果大家也是蛮关注的。还有像用吸尘器吸地板，把碗盘放到洗碗机里，倒垃圾，整理一下桌面什么的。或者你需要帮忙的时候，递个饮料啦，拿个包裹之类的。听起来好像，真的可以分担不少事情哎。那它的硬体设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跟我们一般想的机器人有不一样吗？外形跟硬体上确实有几个我觉得蛮有趣的点。第一个是它的体型。体型？对，Neo 身高大概165公分。跟我差不多高。对，跟一般成年人差不多。但最让人惊讶的是它的体重。重量很重吗？相反，超轻，只有30公斤。30公斤？等一下，这真的比我想象的轻太多了吧？对不对？非常轻巧。你想想看，特斯拉那个 Optimus 可能随便都超过60公斤。哇塞，差1倍哎！那这么轻，在家里用，感觉好像比较没那么可怕。没错，这个轻量化很明显就是为了居家安全还有互动方便去考量的。它的材质也蛮好玩的，里面是用那个3D 列印的晶格结构。听起来很科技。对，外面再包一层软软的针织外套。外套还可以换吗？据说可以拆下来，还可以丢洗衣机洗。真的假的？还可以机洗，那很方便呢。对啊，所以整体触感是比较柔和的，不像传统机器人冷冰冰的感觉。而且它运作起来非常安静。安静？多安静？官方是说，比你家冰箱运转的声音还要小声。比冰箱小声，那真的很安静哎。材质跟安静度听起来对家里使用很加分。那它的动力来源呢？它是怎么动起来的？这个就要讲到 Neo 的一个核心技术了。它用的是一种很特别的叫做肌腱驱动的制动器，
英文是 Tendon-driven actuators。肌腱驱动，听起来很生目诶。对，它不像传统机器人那样用那种很高齿轮比的马达，它是模仿我们生物的肌肉跟肌腱。模仿肌肉？对，你可以想象成用很多条很强韧的绳子去拉动它的关节。用绳子拉？类似那个概念啦。这样做的好处是，它的动作会比较平顺，比较流畅，而且万一跟人或家里的物品发生碰撞的时候，会怎么样？因为它这个系统有一定的柔性，不像硬碰硬，所以被认为危险性比较低。这对家庭环境来说就蛮重要的。安全性的考量，这个肌腱驱动听起来真的很创新。不过，这样会不会牺牲掉一些精准度，或是力气不够大？跟特斯拉那种可能比较传统的设计比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理论上来说，肌腱驱动在顺应性，就是柔软度跟安全性上有优势，没错。但在绝对的力量或是那个刚性，可能就比不上传统那种高精度的齿轮马达，这就是设计上的一个取舍啦。原来如此。那他的手呢？你刚刚说比较灵活。对 ，Neo 的手部设计也强调灵活性。资料是说，两只手各有22个活动的关节，就是所谓的自由度。22个，那很多哎。对，感测器方面呢，它有摄影机，还有 LiDAR。LiDAR 就是那个自驾车常用的雷射光扫描。没错，用来感知周遭环境，建立3D 地图。然后还有麦克风阵列跟扬声器，这样才能跟你语音互动嘛。那我们要怎么跟你有互动啊？只能用讲的吗？互动方式还蛮多元的，可以直接用说的下指令，也可以用它胸前有一个8寸的触控萤幕去操作。有萤幕。对，或者用手机 App， 他们有一个叫 One X Home App 的东西来控制。App 控制这个很合理。它头上还有一个蛮有趣的设计，叫做情感耳环。情感耳环那是什么？就是会用灯光变化来显示它的状态，比如说他正在听你讲话，或是正在处理中，还是快没电了之类的。这个蛮可爱的耶。对啊，然后内部运算就是靠 NVIDIA 的那个 Jetson Thor 晶片。One X 他们自己叫它 Neo Cortex 大脑。Neo Cortex。至于电力嘛，官方说电池大概可以撑2到4个小时。才2到4小时哦，感觉有点短呢。对，跟 Optimus 的目标比起来是比较短，充电大概要2小时。不过它没电了会自己走回去充电座，会自己回家充电，还不错。对，而且还有快充功能。快充？对，充个6分钟就可以再用1个小时左右。那这个还可以。负重呢？它可以搬多重的东西？负重能力听起来也还可以，大概可以搬运25公斤的东西。25公斤，蛮够用了吧？然后行走速度，他们的目标是平常走路每小时4公里。正常走路速度。对，甚至可以冲刺到每小时12公里。不过听起来有但书哦。现在实际表现有到这样吗？这就是现实了。老实说，从现在看得到的影片来看Neo 走路还是比较慢。对，甚至有点摇摇晃晃，看不太稳的感觉。离那个冲刺速度的目标看起来还有蛮大一段距离啦。所以走路这关还是很难呢。对，双足机器人要走得又快又稳，这个技术挑战，真的还是很高。了解。所以硬体听起来很有特色，特别是那个轻量化跟肌腱驱动。那它的大脑呢，就是 AI 的部分，能力怎么样？ Neo 的智慧核心是 XX 他们自己开发的一个 AI 模型，叫做 Redwood AI。Redwood AI。对，这个模型他们强调的是视觉语言学习。视觉语言学习，白话讲就是它可以看懂眼前的东西，然后理解我们人类下的指令或问的问题。能看又能听懂。对，它也内建了大型语言模型，就是 LLM 啦。所以你可以跟他对话，问他问题，叫他给点建议，甚至有些展示影片还看到他会讲笑话。真的假的？会讲笑话？那不就像一个装了脚的智慧音箱？有点那个味道。但他怎么学习新技能？比如说你刚刚问的，怎么学会操作你家那台旧的咖啡机？对啊，这个怎么学？
他的学习方式，我觉得是 Neo 最引人注意的一个点。哦，他可以透过观察，还有自己动手做的经验来学习，自己摸索学习。对，但更有趣的是一个叫做专家模式的东西。专家模式。对，如果你有遇到他不会做的事情，比如说操作特定型号的洗碗机好了，你可以透过 App 去预约 OneX 的专家。预约专家，然后呢？然后这个专家会远端连线过来，他会戴上那种 VR 头盔跟手套。VR。对，然后就像在操控一个线控木偶一样，代驾你的 Neo 去完成那个任务。等等，代驾我的机器人，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客服人员远端操控我家里的设备啊？你可以这样理解啦。但是 OneX 强调说，这是一个教学的过程。教学。对，因为在专家操纵的同时，Neo 也在旁边记录学习，目标就是下次他就可以自己做了。但这也带出一个很关键的洞见，就是说，至少在初期 ，Neo 的很多能力，特别是那种比较复杂、需要精细操作的任务，其实高度依赖这种远端的人工介入。这个叫做 teleoperation， 他们内部好像叫 Teleoperation Turing。对，这跟我们想象中那种买回来就什么都会完全自主的机器人，其实还有不小的差距。这确实是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说，我们现在买到的，或说早期的 Neo， 比较像是一个需要真人客服手把手教，然后边做边学的学徒。可以这么说。这也代表说 Neo 会随着时间跟使用经验慢慢进化，理论上是越用越聪明啦。但这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它的自主性到底有多少，还有隐私的问题。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聊。好，那在讨论隐私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最好奇的 Neo 跟特斯拉的 Optimus，这两台比起来怎么样？这两台根本就是现在人形机器人里面大家最关注的两个对手了嘛。没错没错，这两个真的是大家一定会放在一起比。首先从外观跟动作来看好了。Optimus 给人的感觉比较硬核一点。硬核就是比较像传统科幻片里那种机器人，线条比较锐利。对对对，金属感比较重。对，那 Neo 因为外面穿了那件软软的外套嘛，所以感觉比较亲和，比较居家一点。风格不同。那动作呢？谁走的比较好？动作方面呢，从目前看到的展示 ，Optimus 走路好像比较稳定，比较流畅一点。速度也感觉快一些。Neo 虽然说目标速度很高，但实际走路的样子还是比较慢，比较小心翼翼的感觉。还在学走路的阶段。对。那制动器呢？刚刚有提到 Neo 用的是那个很特别的机械驱动，那 Optimus 呢？ Optimus 用的是特斯拉自己设计的那种旋转跟线性的制动器，技术上相对比较成熟，可能在力量跟精度上会更有优势。而 Neo 的基建系统，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强调的是安全性跟仿生性，这是两种不太一样的设计哲学啦。了解。那手的灵活度呢？手部灵活度，两家公司都说未来的目标是要做到一只手有22个自由度，所以目前看起来可能差异不会太大，差不多。那 AI 呢？谁的大脑比较厉害？ AI 能力这个很难讲，两边背后都有顶尖的团队嘛。对。特斯拉不用说，他们在自动驾驶累积了超强的 AI 实力。EX 则是结合了自家的模型，还有 OpenAI 跟 NVIDIA 的技术。虽然 Neo 已经有展示出一些语音互动，但就像我们刚提到的，很多可能还是靠远端操控在后面支援。对。Optimus 是还没公开展示太多这种互动功能啦，但没有人会怀疑特斯拉内部一定有这个研发能力。这倒是。所以在 AI 的潜力上，我觉得两边都是顶级玩家，很难说谁一定比较强。都很强。那续航力跟重量呢？这对家用场景应该蛮重要的吧？续航力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了。Optimus 的目标是要工作8小时。8小时，像一个班呢。对，可是 Neo 目前只有2到4小时。哇，差蛮多的。对，差距不小。重量我们刚刚提过了嘛 ，Neo 30公斤。
Optimus 可能超过60公斤，这在家里搬动啊或互动的时候，那个体感一定差很多。对，30公斤感觉比较没压力。那价格跟量产能力呢？这通常是决定谁能赢的关键吧？价格哦，Neo现在开放预购是2万美金，2万美金大概台币60万。对，或者你可以选用订阅的，1个月付499美金，1个半左右。对，台币15000。那马斯克是一直说希望 Optimus 未来可以降到2万美金以下，甚至更低。他很会喊价。对，不过也有第三方分析认为啦，考量到这个技术的复杂性，你有最终的售价比较可能落在3万到5万美金这个区间。哦，3到5万美金，那跟2万差蛮多的。对啊，所以实际售价还有待观察。那量产能力呢？谁能先生产出来，而且大量生产？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特斯拉吧。普遍认为啊，特斯拉在这点上占有非常大的优势。对呀，他们做电动车那么久了，经验还有现成的工厂设施可以用。特斯拉预计明年底就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工厂里面部署几千台 Optimus。这么快？对，然后2026年就要开始对外销售了。哇，那 EX 呢？EX 作为一个新创公司，虽然他们也提出了很宏大的生产计划，像是2025年要生产几千台，2028年要到100万台。100万台有可能吗？外界对于他们能不能按时达成这么大规模的量产，普遍还是抱持比较观望的态度啊。也是，毕竟是新创，所以听起来特斯拉在硬体成熟度、续航力还有生产规模上好像比较有把握哦。目前看起来是这样，没错。但是Neo 在轻量化，还有那个独特的驱动系统，以及它比较早展示出来，就算是遥控的了，那种居家互动的能力方面，也有它自己的特色。而且它从一开始就锁定家用这个非常难的市场，策略是很清晰的。所以我觉得这场竞赛还是很有看头的。好，您刚刚一直提到说 Neo 目前其实高度依赖那个远端操控。对。这听起来好像跟他宣传的那种智慧有点差距。这确实是目前最大的争议点，也是我们需要去厘清的一个现实状况。之前有 YouTuber 分享说，他跟 Neo 相处了48个小时。然后呢？影片里面其实蛮清楚的，很多看起来好像是 Neo 自己做的动作，比如说去开冰箱门啊，或是回应你的指令啊。对，很可能后面是有一个真人的操作员在远端控制啊。是啊，对。另外有一家媒体叫 Mint， 他们的报道更直接，说最近的测试显示 Neo 根本没办法独立完成任何一个单一的任务。完全不行？对，所有的动作都是由人在后面操控，而且动作还很慢，很犹豫的样子。哇！所以那些看起来很酷的展示影片，我们要打个折扣来看。应该说，我们要理解到，那可能展现的是它的未来潜力，而不是它当下的能力。潜力。联蔚 X 他们的 CEO 自己都曾经在2023年底的时候预估过，他说，真正完全自主、像人一样那么灵活的机器人，可能还需要10年到30年呢。10到30年，那很久哎。对啊，这就让我们对于现在买到的 Neo 到底是什么这件事，要有更实际的认知。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可以被远端遥控，同时又具备学习潜力的一个平台。了解了，所以它现阶段算是一个半成品的现实。那下一个问题马上就来了，隐私。对，让一个装满镜头、麦克风，还可能被不知道哪里的陌生人远端操控的机器人，在家里走来走去，这真的没问题吗？你直接点出了那个最核心的隐忧，这也是为 X 要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对啊，他们的 CEO 对这件事其实还蛮坦诚的，他就直说他们需要真实家庭的数据来训练、来改进他们的 AI， 需要我们家的数据。对，所以你买 Neo，某种程度上就像是签下了一份社会契约。社会契约。对，就是你同意让你的家庭环境，当然是在某些规范之下了，
变成他们训练 AI 的资料的一部分。哇，这个社会契约听起来代价好像不小哎。那 VX 有提出什么保护措施吗？他们有提出一些方案了，比如说那个远端操控需要屋主你自己授权之后才能启动，要先同意。对，然后使用者可以设定禁区，像是不让机器人进到卧室啊、浴室啊这种比较私密的空间。可以设禁区。然后传输的影像可以对人脸做模糊化处理，麦克风预设也是关闭的。这些措施听起来，好像还算合理，但是真的够吗？把家里的影像传到云端，还有那个远端连线的可能性，总让人觉得心里毛毛的。没错，资安专家也在提醒啊，只要数据上传到云端，就有外泄的风险。对啊，而且那个远端操控，就算人脸模糊化了，那个操作员还是看得到你家里的环境布置啊、物品摆设啊，甚至可能不小心就拍到那个禁区的角落。对吼。所以这最终还是回到一个信任的问题。还有就是你个人愿意用多少隐私去换取它带来的便利性，这是一个个人的抉择。便利跟隐私的交换。对，而且未来的法规怎么去界定、怎么去监管，也会是一个关键。那除了伊朗马斯克跟特斯拉这两个大咖之外，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领域还有其他的玩家吗？还是就他们两个在玩？哦，不，当然有。现在可以说是人形机器人的战国时代了。战国时代啊，这么热闹？对呀，还有像是 Figure AI， 他们也跟 OpenAI 合作。Figure AI 也有听过。还有 Agility Robotics， 他们的那个 Digit 机器人已经开始在亚马逊的仓库里面试用了。已经有用在实际场景了。对，还有像 Apptronic 这些公司都在很积极的研发，不过他们目前大部分还是比较专注在工业、物流、仓储这些就是 B to B 的场景。企业用的。对，伊朗马斯克比较特别的是，他直接挑战难度最高的家用市场，这是他最不一样的地方。直接攻顶。听说这股热潮好像也吹到那个加密货币圈去了。对，有这样的趋势，虽然说还在非常非常早期的阶段啦，但已经出现一些相关的概念了。比如说，有人想用区块链的技术来建立机器人的大脑或是作业系统，说这样可以确保 AI 的透明度。用区块链做 AI 大脑？对，类似这种想法。也有人想用去中心化的方式来协调大量机器人的工作，或是管理他们收集到的数据。甚至还有那种专门投资机器人公司的去中心化组织，就是 DAO。哇，连 DAO 都有。对，这就显示说，人形机器人这个主题正在激发跨领域的各种想象跟尝试了。了解。那如果听完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有人真的对 Neo 很心动，想要当那个早鸟使用者，现在可以预购了吗？价格跟大概什么时候拿得到啊？目前伊朗马斯克的官网已经开放预购了，定金是$200。定金$200，那总价呢？完整售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20,000，换算成新台币大概就是60万左右。60万。对，他们也有提供那个订阅方案嘛，一个月付$499，差不多台币15000。15000月租。对，至于什么时候能拿到货，预计是2026年开始。2026年还要等2年。对，而且会先在美国跟挪威交给第一批预购的人，之后才会慢慢扩展到其他地区。所以台湾可能要更久。可能哦。预购的人除了可以优先拿到机器人，还会享有3年的保固，一般的标准保固是1年。3年保固还不错。颜色呢，有得选吗？颜色目前看到的资讯主要是白色雾面的，但好像可以自定一些细节的样子。好的。那经过我们今天这样一番深入的探讨，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关于 Neo 的几个重点好了。好，它呢是 OneX 这家公司针对家庭市场推出的一款，可以说是开创性的人形机器人。对，开创性。主要特色就是体重很轻，还有那个独特的肌腱驱动系统，跟它的 AI 学习能力。它展示出来的潜力是可以处理家事，然后跟人互动，目标是当家里的好帮手。对，预购价大概是$20,000，预计2026年开始交货。但是
有一个很关键的现实面。现实就是你有目前的自主能力其实还相当有限，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依赖那个远端的人工操控。对，这个 teleoperation 很重要。这不只影响到它实际能帮上多少忙，也带来了很明显的隐私方面的考量。没错。那跟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特斯拉的 Optimus 比起来呢，可以说各有优劣了。特斯拉可能在硬体成熟度、走路的稳定性、续航力，还有重要的量产能力上占据上风。对，制造是特斯拉强项。但 One X 在轻量化、针对家用场景的设计，还有那个独特的驱动方式上，也展现了自己的差异化。路线不同。那么这一切到底代表什么呢？我的感觉是，家用人形机器人的时代，好像真的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科幻小说了。感觉越来越近了。对，而是正在发生的进行式。但是从现在的技术成熟度、成本，还有社会的接受度来看，要达到真正普及，变成家家户户都有的标准配备，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对，显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 NIO 毫无疑问是这条漫长的探索道路上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而且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先行者。没错。最后留给你一个可能更深层次的思考题。就是当像 NIO 这样的人形机器人未来越来越多的走进我们的生活，甚至可能变成家庭的一份子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讨论的，它可以帮我们做多少家事啊，我们要怎么保护个人隐私啊，这些很实际的问题之外，他们的存在会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跟科技之间的关系，甚至改变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模式？他们的加入会不会重新定义家这个概念它本身的内涵跟意义？哇，这个问题很深呢。对啊，这是一个已经超越了技术本身，触及到我们未来的生活样貌还有情感连接的议题了，值得你花点时间深入想一想。